三星作为北京冬奥会的赞助商，真可谓是出尽风头，为每一位来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提供 Galaxy Z Flip 3。之前因为这款手机价格贵受重响，一直没有讲解。但是随着冬奥的热度，有许多朋友都在想了解这款手机，那么我就简单为大家分析一下。三星的折叠屏系列总共分为2款 ，Galaxy Z Fold 3从能用走向好用，值得期待。Galaxy Z Flip 3实用性确实加强，但就一点点。先来说说 Galaxy Z Fold 3，从外观上看 ，Fold 3对比上一代变化不多，外屏是一块 6.2 英寸的 AMOLED 屏，分辨率为2268×832，最高支持 120Hz 刷新率。Fold 3的后盖没有花里胡哨的后摄模块，取而代之的是直列式的3摄系统，模块大小有所收敛，视觉上也更薄了。3枚镜头规格是经典的广角加长焦加超广3摄组合，单纯从数字上看，似乎跟前代相比没有任何提升。不过主摄如今支持最高 8K 24fps 规格拍摄视频，也算是一大亮点了。其实从这也能看出 Fold 3的运算能力有所增强，它采用了高通骁龙888芯片，拉平了与今年旗舰竞品的差距。最大亮点内屏之中，不过 Fold 3的最大亮点要打开内屏才能看出。在此之前，我们再看一眼折叠状态下的 Fold 3，铰链位置已经完全贴合，没有空隙。三星经过2年的努力，终于实现了全贴合的折叠铰链设计，或许能减少间隙积灰的情况。初代 Fold 的内屏因缺了一块而被人诟病，三星痛定思痛，于是 Fold 2的内屏用上了挖孔屏，但这个孔不居中也不贴合边缘，开屏使用总是有些别扭，尤其是在观看视频时。三星进一步改变设计方向，在 Fold 3上用上了屏下镜头的技术，隐藏的前置镜头就藏在前代挖孔的位置上，在暗色背景下可以成功隐身，但在浅色背景下偶尔还是会看到圆形黑影。期待网友们针对这一屏下镜头创作出新的壁纸。这枚屏下前置镜头的素质也比较一般，仅有400万像素，光圈 f/1.8， 成像效果预计不会太好。作为补救， Fold 3在外屏保留一枚前代同款的1000万像素 f/2.2 光圈的挖孔镜头，内屏大小为 7.6 英寸，分辨率是2208×1768约372 ppi， 显示素质与外屏基本相同，最高支持 120Hz 高刷 HDR10+。为了进一步提升折叠屏的寿命，三星给 Fold 3的内屏和外屏均覆盖了一块大猩猩 Victus 玻璃，这也是考虑到这一代配备了 S Pen 之后，日常接触屏幕的就不只是用户的手指，还有笔尖。官方宣称内屏耐久度较前代提升了 80%， 这有待进一步验证。令人惊喜的是，这一代 Fold 还拥有 IPX8 级别防水认证，让其成为全球首款支持防水的折叠屏手机，而且重量相比上一代282克也有下降，为271克。存储方面仍然没有 1TB 版本，提供 12GB， 运行内存和 256GB 4来手 512GB 存储的可选配置。这次三星一共带来3种配色，分别是陨石黑、幽谷绿和雪川银。电池和充电速度会稍显有些遗憾，容量甚至比上一代更低，为4400毫安时，支持25瓦的有线快充、10瓦的无线充电和4.5瓦的反向充电。其中 One UI 3匹配升级非常实用。为了用好这块大屏幕，三星在 One UI 3系统上也添加了不少相匹配的功能，多任务使用就是其中之一。可以和平板一样，在侧边设置软件 Dock 栏，直接切换常用程序，甚至能以将分屏布局的 App 以组合的形式保存，点击就能打开。此外，在实验室功能中，三星还带来更强的分屏自适配功能，能让程序根据横屏或竖屏状态自适应显示。价格方面相比上代低了不少，起售价为1799美元，而 512GB 版本售价为1899美元。8月27日美国等地区开启发售。Fold 系列来到第3代期间经历了好看、能用、好用的过程。虽然这次发布的 Fold 3直面提升不大，却确立了自身作为业内最好用折叠屏产品的地位，也象征着折叠屏技术走向成熟，逐渐步入普及。由于篇幅过长，下一期为大家带来冬奥爆款三星 Galaxy Z Flip 3，点击订阅关注。